Hello guys 啊，这是 Alex 加密日记的第180期，然后今天我们很高兴啊，也是这个 Mega East 的创业日记的第3期，然后我们今天换了一个朋友啊，这个上2期都是这个 co-founder 舒瑶来聊，然后今天呢，我们把这个Mega East 的 CTO 磊啊抓过来了，然后这个拷问一些各种各样的这个技术类的问题。啊，所以我自己还挺兴奋的，因为这个Max 的很多的这个技术问题，其实在中文区讨论的大家是非常少的，啊，所以我今天还准备了很多我自己很想问的问题，好吧？那话不多说啊，Crypto 是一个高波动、高风险、强金融属性领域，你有可能找金矿，可能损失掉你全部的本金，你做好准备，Let's get it。在我们今天开始之前吧，那个磊，那个我先在你做自我介绍之前。我现在想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大家都知道你之前写了那个 Eigen 的 DA， 然后你把这个 idea 用在那个 DA 里面，然后市场上一直在传说那个 Eigen 的那个白皮书的第一作者是你，这个事儿这个对吗？还是就是大家传的越传越玄乎啊？这个事情能不能当事人说一下 Eigen Layer 到底跟你是什么关系啊？就是你是不是 Eigen Layer 的人？确实有越传越奇怪的倾向，是这样的，就是我是18年来 MIT 读 PhD， 然后一开始其实我并没有打算做 crypto， 那个时候只是在我读大学的时候对 Bitcoin 还有对 Ethereum 有所耳闻，然后我记得我还领到了XRP 的 airdrop， 但现在那个 private key 不知道放哪里。但 anyway 就是我来了之后本来并没有打算做 crypto， 然后呢是因为Serum 就是现在 EigenLayer 的 co-founder， 现在 EigenLayer 的 founder， 还有David Sear 现在Babylon 的 co-founder， 他们有一个新的共识算法，然后他们跑到我们学校来，就是想抓一个学生帮他们实现这个共识算法，然后他们好拿去做 demo 啊、融资啊，包括发 paper 等等。所以是以这个形式，在18年年底的时候认识了 Serum 跟 David。然后，所以后面的合作其实一直都是学术合作。我们是在20年的年初，我还记得是疫情前我去了最后一个实体的 conference， 是第2届的还是第3届我忘了，反正前几届的这个 Stanford Blockchain Conference 就是 SBC。然后在那边其实跟 Serum 跟 David 聊了很长时间，最后聊到说我们要不要做一个 DA 的项目，然后有了一篇 paper 叫做 Dispersed Ledger。这篇 paper 是最早的几篇说要把这个共识算法的 DA 部分跟排序部分分开的一篇文章，最早的几篇之一。这篇文章是2022年发在一个计算机网络的一个会上，但是这中间包括这个发表之前之后，其实跟 Serum 跟 David 的合作都没有中断。然后其实关于 DA 方向，最后我就跟 Serum 一直在讨论一些 idea。后面的话应该是21年的年底 ，Serum 说有这个 Eigen Layer 的想法，跟我说了这个想法，然后后面我们就继续讨论，然后发现 DA 可以怎么样做的更快，在我们这篇 paper 的基础之上，可以把它做得更精简，做得更 scalable。然后最后有了 Eigen DA 的这个设计。真实的故事就是这个样子，跟 Serum 跟 David 在18年年底开始合作。然后最后有各种各样的讨论，然后其中一部分的 idea 最后变成了 Eigen DA， 但是这个要说谁是第一作者什么的，我觉得这个有点太夸大了，主要是市场上越传越神，你知道吧？确实太奇怪了。但是快传成这项目是你的那这个并没有幕后黑手什么的，就是之后其实也跟他们一直都是好朋友，然后开始做 Mega 之后，意识到 DA 是我们最大的瓶颈之一。然后也是第一时间想到，其实 Eigen DA 的设计，因为我从头开始都是清楚的，所以其实也没有怎么需要思考，其实就觉得 Eigen DA 是最合适的选项。对，我插一句问题，就是那 Babylon 你是参与了吗？还是没参与？就是整个过程。Babylon，只能说旁观吧，就是其中稍微花了一些时间，其实是跟他们有一些怎么说，类似于 contractor 或者说类似于 consulting 的性质，中间帮他们看过一些代码，然后看过一些这个安全方面的设计，但是并没有就是完全没有参与开发，完全没有拿 token， 就什么都没有。对，这个只是说从一开始知道这个 idea， 但是并没有完全没有就是说有踏足到这个项目中间去。当然 Babylon 这个项目非常非常有意思，然后我自己是觉得非常兴奋。大家也有在那个私底下会聊天嘛，说这个大家觉得比较诈骗的项目，这一个 cycle 有哪些？中间就会有人提觉得是 Eigen Layer。So 你从你的角度你怎么评价这个言论？
因为是有人这个 interesting 跟我聊过这个话题的。我其实不大清楚，就是这个说法是根源是什么。如果说是从币价，从大家最后赚了还是亏了这个方面，我考虑，我觉得我很难评价，因为我从来没有 Eigen 的 exposure， 我也没有 Babylon 的 exposure。但是要只是从 idea 方面来说的话，我其实觉得是非常 make sense。Babylon 跟 Eigen 的 idea 其实最初都是一个 merge mining 的 idea， 就是最早的时候，其实大家还没有在看 POS。大家还在看 POW， 然后 POW 就想说，比特币的矿工们都已经在挖矿了，我们能不能够利用他们投入的那么这个高价值的算力，然后去帮助 secure 一些别的链。然后 merge mining 的 idea 就是你花同样的算力，你同时为多个链去做 mining，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idea， 然后也非常 make sense， 在数学上是说得通的。然后那么 merge mining 这个 idea 最直接的到 POS 上的推广是什么呢？就是你一份的 stake， 你去同时 stake 多个项目，这个就有点像是你一份的算力去同时 secure 多个链，多个 POW 链，其实是完全一样的道理。所以从数学上看，我觉得 Eigenlayer 的这个想法是说得通的，对。但是 token 什么的，我就没有办法评价了，对吧？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其实跟项目的fundamental 其实也有很多的差别，对。所以你从技术上来说，因为它是 make sense， 对吧？对，是的，我觉得技术和数学上面，包括安全上面，其实是非常 make sense， 而且可以认为是资本或者说就是质押的资金的更高效的利用。哎，那既然聊到这个话题，我觉得这个我们回到一下你个人的问题，就是能不能就是介绍一下你在加入 MegaETH 之前的这个经历，就是为什么加入到 MegaETH 来变成 CTO？ 因为我听说那个一龙为了等你，好像传说等你毕业等了1年，然后 CTO 一直空了1年，这事是真的吗？怪我，因为我对于自己毕业的 timeline 预测不是特别准确，就是我可以从头，就是从刚才提到那个跟 David 跟 Sriram 合作开始说起，就是18年开始跟他们合作，然后第一个项目叫做 Prism 是一个新的共识算法。主要是 POW 的共识算法，可以说是就是 Nakamoto Consensus， 就是 Bitcoin 的背后的共识算法一个非常非常自然的延伸，就是增加吞吐量，降低延迟。然后那个是18到19年的一个项目，然后最后其实我们做了一个 demo 出来，是我带着2个那个时候我1年级，然后带着一个2年级一个3年级的学生，其实都不是 MIT 的，一个是 Stanford 的，一个是 UIUC 的，然后我们3个人写了一个差不多1万来行的 end-to-end 的一个 demo， 其实挺全的，包含 P2P 网络，包含共识算法，包含比特币最基本的那种这个交易的语义，就是 pay to public key。然后David 他们拿去想要融资，但是我记得那个时候应该是熊市的开始，所以他们大概融了几个月，并没有特别好的结果。然后这个项目就搁置了。本来我其实一度是考虑要直接加入那个项目，就是中间休学一段时间去做这件事情的，最后没有做。没有做的话，后面就一直是在学校里面待着写 paper， 然后反正一直跟 David 跟 Sriram 合作。然后其实我跟他们写的 paper 可能比我跟我自己导师写的还要多，所以非常奇怪，特别是跟 David 组。对，非常非常奇怪，我也非常非常感谢我老板给我非常多的自由度，就是让我跟他们瞎弄，就是也没有说，哎，你怎么不给我挂个名字，完全没有这种压力，所以觉得特别开心。我感觉老板对我很好，让我跟 David 跟 Sriram 就是各种写 paper， 然后其实跟他们学生也合作的非常开心。其实2022年秋天吧，然后那个时候我在想，哎，毕业之后该干嘛 ？Crypto 就是做 Crypto 相关的研究，作为一个博士生做 Crypto 相关的研究，毕业之后出路是比较多，但都是比较非主流的。一般其实做计算机的博士生毕业之后，去大厂或者搞 AI， 或者各种各样往 AI 方向凑，其实是一个在22年、23年就已经有苗头了。那个时候 ChatGPT 已经出来了嘛，然后我就在想，哎，那我应该去干嘛呢？有几个选项，去当教授，然后去大厂的实验室，比如说 Microsoft Research 就是做工业界方向的研究，然后去 Quant 去 Quant 帮他们写那种高性能的代码，然后还有啥？还有就是创业，然后当然还有可以去这个 Crypto， 可能可以去 Crypto VC 当 Researcher， 然后各种各样的选项。
但是问题就是这些其实都是比较非主流的，就除了比较主流的，比如说当教授、当去大厂之外，其他其实是身边非常少有例子。然后我就开始跟同学聊，然后聊着聊着，后来发现说普林斯顿那个时候有一个教授位置的空缺。我听说之后说那要不投一投，然后我就跟一个之前经常合作的好朋友说我们分别投一投，然后投了之后我们俩都拿到了 job talk， 也就是相当于等于说面试的最后一个环节，然后要去那个学校给一个小时长的一个报告。这个其实就是在北美找教职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就叫 job talk 或者叫 fly out。然后那个时候差不多那个时候，一龙给我发了封邮件，然后他说要不要搞 mega roll up。那个时候这个项目叫 Mega Rollup， 我那个时候觉得这个项目名字稍微有点逗，但是因为我知道翼龙，因为翼龙跟我的 PhD 的老板，他们之前合写过一篇 paper， 然后呢，翼龙的一个好朋友，也就是他在斯坦福读 PhD 的同学，后来到了我们实验室，到了我在 MIT 的实验室，当博后，然后其实我跟那个博后都在 Dispersed Ledger 这篇 paper 上面，我是一作，他是二作，我们俩也是合作了非常多。各种各样的原因，我其实就早就知道翼龙这个人存在。其实更不要说我在大学还没毕业的时候，17年的时候，我的一个学长后来去斯坦福读 master 读硕士，然后那个同学也叫李翼龙，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斯坦福有2个翼龙，所以其实17年我就知道翼龙的存在。然后我就想说，哎，这个人非常 solid， 我知道他，然后我知道他的 work 非常 solid，然后我之前甚至已经读过他的 paper， 然后说那好的，那我要 engage， 我觉得我马上，然后就马上跟他约了一个 Zoom call， 就觉得聊得很开心，因为我们俩其实都是从系统的角度去评判一个区块链怎么样做得快做得好。一般的话，其实之前做区块链的就是有一些学术背景的，我觉得主要是做安全的做理论的，但其实很少有做系统的人直接过来搞项目，所以我就觉得很激动，因为终于有同道中人了。所以那个时候这个话题就打开了，就是我怎么样参加 Mega Rollup， 就是我肯定是想参加的，但是具体是以怎么样的形式。但是最后至于为什么还多等了1年，实际上是因为我后来听说翼龙其实之前一直在监控我的 homepage，翼龙之前一直在监控我的这个动态，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找到我，可能是因为我之前发的那篇 Dispersed Ledger paper， 所以他一直在盯着我什么时候毕业，就偷偷的盯着我的个人网站。然后后来为了去普林给这个 Job Talk 呢，我是更新了一个我预计毕业的时间，但那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乱编的一个时间，但我就随便填了一个，我说23年年中，然后他说后来据他所说，他看到了这个我填了这个时间，然后就决定给我发了email。所以当然最后因为那个时间是我瞎填的，然后最后后来我又多花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写了一篇新的 paper， 这个算是我毕业，算是我觉得我论文里面最后我毕业的这个 thesis 里面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一篇 paper， 讲的是怎么样以这个从信息论角度最优的开销来同步2个分布式的数据集，其实就跟我们的 mempool 区块链的同步其实是一个事情。写了那篇 paper 之后我觉得可以毕业了，然后我是24年年中毕业的，所以就是 somehow 让他等了1年。对，不过中间跟他一直有交流，对，所以现在感觉非常抱歉，我不是故意坑他的，但是这个机会特别有意思，然后好像他也愿意等，所以现在还是非常感激。我八卦一下，是在那1年当中他找过别人吗？就是思远是在你之前在之后？我觉得思远是在我之前，我觉得是找过的，对。但somehow找了我之后应该就没有找别人，我觉得，所以我觉得非常感动非常非常感激，就有一种完全没有考虑被当备胎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我现在是很真心的，就是说我觉得我想来搞，因为这个事情非常非常有意思，然后确实跟我之前研究的东西很有关但又不是那么有关，因为 MegaETH 没有共识算法，然后我之前正好是研究共识算法的，然后我从第一手的视角看到了工业界对于共识算法，其实他对共识算法的追求，特别是对去中心化的追求，其实在有的时候是会为性能让道，会为便利性让道。然后我正是有这种感觉，我觉得这个项目非常的切实际，因为他没有一上来就是提说我们要这个去中心化多少个节点，他就说我们要做一个最快的区块链，切实解决应用的痛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我这个地方插一句啊，2期以前树瑶
来这个节目的时候，他有在这个说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说你学了6年的共识算法，最后总结发现不需要共识。你如何评价这句话？对，就是我知道树瑶比较喜欢这种非常这个 clickbaity 非常拉仇恨的 take。怎么说呢？就是确实我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包括跟我的小伙伴一起写 paper， 然后最后发现，哎，我们觉得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新的突破，然后我们就尝试去 sell 给工业界，说，哎，你要不要试试这个？你要不要试试那个？其实就发现工业界对于这些突破，他们的兴趣并没有那么大。我来举一个比较详细的例子。我们之前一起写了一篇 paper， 就是说你可以就教大家怎么样把以太坊共识算法 merge 之后哈，就是 POS 的共识算法，把它的怎么说，把它的这个 fault tolerance 就是说你可以承受这个网络中多少的这个质押的资金是被坏人控制的。然后那个时候 Lido 比较火， Lido 一度它控制的资金量冲破了 33%，33% 是以太坊的一个节点，就是说如果有一个坏人控制了超过 33% 的资金质押的资金的话，他其实就可以对网络发动攻击。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想说，哎，如果说 Lido 一家控制了超过 33% 的资金，那如果说 Lido 他无论是因为他决定作恶，当然这个我们都一致认为不大可能，他有一个安全性上的，就是比如说有个 bug， 其实对于以太坊来说是一个比较严重的单点故障的风险。然后我们就想写那篇 paper， 说我们有没有办法在不改变以太坊的核心的共识算法的情况下，让一些个别想要追求更高安全性保障，把这个33的这个阈值拉到比如说更高，最高可以拉到 99% 的这些人能够独立的做出这样的选择。然后我们那个时候的想法就是我们去 target 谁呢？我们去 target custodian 托管方，因为我们认为托管方对于这个共识算法的安全性的这个需求是更高的。因为如果我是个推管方，我肯定不希望有人说给我发了一笔，给我转入了100万美元，明天说要全部提成现金，然后我给他提现了，然后第二天发现他那个交易回退了，对吧？我肯定不想看到这样，那我不是人才这个或者说币跟现金两空嘛？然后我们就做了这么个东西，然后就尝试 sell 给一些托管方。其实最后发现托管方对于共识算法理解非常的还停留在非常原始的阶段。我们跟他说你有办法把这个共识算法的这个阈值提高到 33% 以上，然后他们问我说什么是阈值，我们用的是100，我们用的是深度100的 confirmation， 就是这个确认深度是100。但是我们都知道，因为以太坊从 POW进化到 POS 之后，其实这个确认深度这回事情，就是我是等6个块，等10个块，还是等100个块，这回事情已经完全跟安全没关系了，就是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去考虑这个 finality 的方法。然后就那一次我们就觉得，哎，其实我们这边吭哧做了很多觉得是共识算法比较前沿的工作，但是工业界对于共识算法的理解甚至对它的依赖都还是比较原始的。那做啥呢？就是我们做了半天没有人用，那干嘛呢？那还不如这个搞点实际的东西。可不可以理解为你刚才表述的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工业界跟学术界是脱节的，还是说你想表达的意思是工业界的东西实际上这个目前来说做的不好？就是你刚刚上述的这句话有我理解下来，这两个意思好像都有。我觉得两个意思都能够 get， 都能够从我刚刚说的那段话中这个推导出来。但是我其实想 make the point 还是，可能工业界跟学术界有点脱节。如果继续按学术界的方法，做共识算法的话，其实工业界不一定用得上。现在就觉得学术界这个火车头跑得有那么一点快，然后工业界还没有，对，可能有些东西可能工业界可能5年10年都用不上，我猜就是毕竟需要这些信息传导到工业界，然后需要工业界意识到这些事情的重要性。对，这个安全性做得烂，我觉得其实也没有，就是目前没有出过事情。但是安全性这个事情这样，就是你出了一次事情之后，就会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很重要，要搞。但是不出事情的时候，其实是我觉得是很少有，基本是没有 incentive 去催工业界这么改的。对，现在你已经创业了，对吧？那创业了这个过程中，你觉得就是如果是工业，就实用跟学术上面，你选哪个？好问题。我觉得如果是创业的话，一定是实用。但是我觉得有学术背景的一个好处是，
你可以考虑在实现一些实用的功能的时候，你怎么样把它做的最优。就我觉得创业的话，我个人的看法是，肯定是实用的需求去主导这个产品的roadmap。但是当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高性能的区块链，就有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决定我们说，哎，性能第一，性能第一的话，学术的背景可以帮我们很快速的定位到底你要解决性能问题，具体你要解决什么问题。然后还有你要解决那个问题，你应该用什么最优的办法。Roadmap 一定不能够被学术的一些 motivation 去推动，因为不然的话我们会看到做出一些非常不实用的一些产品。但是明白，给定了需求，我觉得有学术背景是非常棒的，因为它可以帮你最优的解决这个需求。那既然就聊到这个实用跟学术的问题了，我觉得刚才你其实答了一部分，其实我马上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 MegaETH 的技术上的北极星到底是什么？就是如果我们一两句话来解释或者描绘这个事吧。好问题，我觉得翼龙有一句话就是非常非常精辟，就是 measure than build， 就是你先看哪里有问题，然后你再去这个对症下药去解决那个问题。那我觉得这个是实操上，就是我们到底是按什么样的哲学在做事情。如果是北极星的话，其实就是去真正解决应用开发者还有用户的痛点。我们之前说我们一直在说性能，其实性能那是因为我们觉得性能是现在应用开发者跟用户碰到的最大的痛点之一，所以我们觉得这个 MegaETH 所谓的第一阶段我们会去着重的去看性能。那会不会有第二阶段？我觉得很有可能会有，比如说性能的问题解决之后，用户还有什么痛点，开发者还有什么痛点，然后我们一一的去解决它。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做事情的北极星。我觉得可能跟舒瑶的在 Biz 上面的哲学可能也比较相似，因为他经常会说MegaETH 最大的或者说区块链最大的要解决的问题就是 App， 一定要找到有用的 App。我觉得我们就是从技术上面尽可能为这个哲学提供助力吧，就是说我们要去找出或者我们要去使能有意思的 App， 我们应该在这个链的这个层面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因为我刚刚问这个问题是，其实市场里面对 MegaETH 的这个印象都是说这个高性能公链，然后很快，然后基本上都是在解决快的问题。但是从无论是你还是舒瑶的这个描述里面，比如舒瑶的这个描述里面，多数情况下还是想说一个生态，然后增长，然后这个产品确实是服务了 Dev， 然后产生了收入，对吧？就是一个收入加上生态大繁荣的一个 narratives。然后你刚刚有描述的是，其实性能不是我真正意义上的那个 North Star， 我真正的 North Star 应该是解决我的客户，也就是开发者的痛点，对吧？只不过这个阶段的痛点可能是性能，整个行业的现在痛点是性能不够。那当解决完性能之后，可能就 move 到下一个那个阶段下面，大家可能可能是安全，可能是什么都有可能。我这么理解对吗？对，非常非常正确。就是一两句话，如果来描述刚才你上面的那段信息，我理解下来应该就是 MegaETH 可能是一条基于使用出发，然后基于我的这个用户需求出发来解决的一条，甚至我都不应该用高性能公链，而就是说我就想做一条好的这个能够给我用户提供好的服务的基础设施，对吧？至于我做的是公链，还是未来我解决了性能，我要做安全，还是未来我要做什么，其实不是真正意义上最终的那个北极星，只是让大家理解，就是所有人现在理解到你这个 MegaETH 也都是高性能公链嘛。对，我觉得是的，就是狭义了嘛。对，可以这么说，但是我们愿意被贴上高性能公链的标签吗？愿意，因为其实如果只是说我们想解决开发者想解决应用实际的需求，这个听着就非常。这个听着非常非常老套，对吧？所以现在这个阶段我们做的事情是性能吗？确实，绝大部分的事情，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围绕性能的，所以确实可以被这么贴这个标签。但反正我也觉得一个链的标签其实是可以进化的。然后之后，我觉得也要看我们行动嘛，就是之后如果我们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然后我们去解决它，然后看我们解决的好不好，然后看我们值不值得被贴上另外一个这个标签。这样聊这个问题，我其实一直很好奇，想问的就是，我最早其实是看那个一龙跟思远一起写的那一个 slide，然后我虽然不认识，就是完全不认识两位，然后当时我觉得那个东西写的非常非常好，所以我就被这个吸引了。起因就是这个，但是我当时觉得这个很有意思的是你们的这个架构做得很好。其实我最近看到有一些发出来的什么 ZK Proof 的一些文章啊，
然后 Sammy 写的一些东西，我就觉得好像我们其实在模块化的一些事情上其实做的挺好的。Magis 是一个理论上来说是一个模块化的这个开发方式，然后每个人负责不同的方式，然后进行不同小组件的这个优化，然后拼在一起变成一个指数级的速度的提升嘛。理论上它是这么一个架构，但好像大家也不提模块化这件事情，好像也没有提模块里面的东西。你觉得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看到 Monet 是有在聊他自己的 DB 的呀，然后什么自己重写的什么共识的或者是共识的算法呀，就是我看咱们好像没聊过这个问题。好问题，为啥呀？对，其实我们不同的模块有非常多的小模块，有非常多的创新，然后模块化也是我觉得软件开发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路线吧，就是你有小的团队去小的小组去专精的去钻一些非常特定的一些事情，然后当然这个我觉得我是这样想，就是模块化开发它的一个前提条件是一定要有。就我觉得 measure and build 这句话就是重复10000遍都不为过，就是你一定要确定你选的你去钻的那些模块是对的，或者就是软件开发里面还有一句话，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过早的优化是万恶之源。就是说当你还没有确定一个东西是一个模块或者说一个事情是最后阻碍你比如说实现高性能或者实现怎么样，就是比如说实现高性能必经之路上面的一个阻碍的话，然后你就去搞它，其实最后往往浪费人，可能做出来的东西完全没有对最后的性能提到任何的效果。所以我觉得模块化开发最大的先决条件就是你先要确定你到底要去钻哪些模块。然后翼龙跟思源写的那个 slides， 就其实之前我们一直在讲的，就是说我们花了足够多的时间，我们搞清楚了一个 EVM 链的执行环境，包括甚至整条链，不光是执行环境，包括下面的这个下到共识，上到这个 infra， 最需要解决的模块是哪些地方？这个有点算是 Mega 第一阶段的第一步，就是我们为了解决性能，我们先决定哪些是我们要去解决的性能瓶颈。过去的1年，其实所以这个 slide 差不多是24年的3月份左右在 East Denver出来的，然后之后的1年多的时间，就是包括测试网之前，包括测试网之后，主网我们就是在做小的模块的开发。然后这段时间我们的技术输出确实相对比较少，一方面是因为就是大家确实都变得更忙，整个团队变得更大，然后翼龙跟我都有更少的时间去做这个比较详细的技术输出。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比较担心就是过早的泄露一些 insights， 那可能会我们也会担心，就是是不是有这个被抄，有同行对，有同行会不会过来直接友商直接过来借鉴一下作业什么的。其实我们也比较担心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很现实的事情。当然，我们也从来没有觉得说这个技术你一直捂着，最后会给你造成长久的壁垒，绝对不是这样的。那只是说我们在反正 eventually 我们肯定是要开源的，那只是说在开源之前，我们能够自己首先想清楚。这个我们的方案到底 work 不 work？ 那现在看来，其实我们想的都是 work 的。然后一方面，我们自己给自己足够的时间，保证我们不要对外说一些错的事情，不要对外给一些错的结论。然后另外一方面是相当于一定程度上保护一下我们自己的 research 的结果。然后不过其实最近已经开始输出了，就是比如说前段时间去 SBC 给了一个 talk 关于 Salt。Salt 是我们替换掉 Merkle Patricia Trie， 就是替换掉默克尔树的最核心的数据结构。为什么要讲它呢？其实我们之前 measure and build 嘛，就是我们之前前一个阶段对各种以太坊的执行节点做各种性能测试，就发现更新默克尔树这件事情花的时间是整个区块执行流程当中90%的时间。就好比你做一件事情90%的时间花在就比如说烧饭90%的时间花在切菜的话，你不把切菜变快的话，那整个烧饭的时间其实是你最多就比如说你有个微波炉叮一下，那个饭就烧好了。但是那它最多只能把剩下10%的时间变成0，对吧？你90%时间没有变化。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选择先去公开关于默克尔树这个新的默克尔树替换品的这个技术细节，然后我们也觉得这个东西可能确实可以被区块链别的同行用到。刚才那个 slides 的时候，我跟大家有很多观众不太了解，思远是现在原来在 ABCDE， 然后现在在这个Binance Lab， 不，现在叫YZ Lab， YZI YZI 对 YZI Labs。
然后是非常好的投资人，他也是 MegaEast 的理论上第一个投资人。因为我判断这个人投资能力好不好，就是你自己有没有掏钱，你掏了你自己多少的钱。当时他在这个把他所有的积蓄都投了 MegaEast，所以我这个非常 shout out to 这样子的，就是对自己的判断跟认知然后下注的人，是我非常尊敬的人。对，所以这个是我这个在这个地方 shout out 一下。然后我这边也是。到我们的下一个，刚才我们聊的这个问题里面，我其实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上学的时候看过一本书叫敏捷开发，还叫什么我忘记了，反正就是中间有一句话叫什么人月神话梦断代码，我不知道你知道这句这个倒没有。这想描述的事情就是说，你有时候很多这个想法很好，结果一到工程上就可能 GG 了。这个学术实验室到创业的这个过程里面，你会觉得工程化这件事情，就比如说 measure and build 这件事情，在工程化这件事情上，你会有什么样子的感悟吗？就是类似于会不会其实工程化起来很难。我认识很多类似于 PhD 阶段的，或者 PhD 读完了之后的人，然后他们的做法就是有时候很不落地，就是不是属于那种特别工程化的啊。但是 Mega 好像工程化的能力一直都还是大家在业界都评价蛮高的，你觉得是为啥？我觉得其实因为不同的 PhD，它的背景是不一样的，就是你是想说别人水是不是？没有，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我一定要给你这段录下来。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我自己其实也是有感悟的，就是一龙跟我就是所在的这个细分的领域叫做 systems， 就是系统。然后如果你去看系统领域的 paper， 就会发现，哎，这些不都是就是实现了一个什么，就不就是做了一堆工程结果。其实系统这个领域的研究的思路其实就是有各种各样的理论界的别的领域出来的一些 idea， 你怎么样去博采众长，你怎么样去挑选最优的那些 idea，在最合适的地方把它组合起来，然后实现一些以前人觉得做不到的事情。刚刚说到说不同的 PhD 背景是不一样，其实主要是说大家写的 paper， 包括在实验室做的事情其实是挺不一样的。有这个纯偏理论的，然后有像一龙跟我一样属于是系统领域，然后系统这个领域就很像是传统意义上大家认知里面 CS 的理论研究跟工业界的实际产品之间两边都离得最近的那个中间的那个节点。系统人做的事情就是把一些理论上的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新的 idea， 然后去仔细的分析它在实际的产品在实际的环境当中的可行性，然后当你觉得它可行的时候，然后你把它组合起来，然后加一些小的一些 tweaking， 加了一些小的微调，然后把它搭成一个实际可用的东西，然后你写一篇 paper 去非常在这个非常实际的环境下，你去模拟实际用户的需求，你去模拟这个实际用户可能的行为，然后你去分析这个你搭出来的结果。所以是这么一个有点像是博采众长，然后做了工程实现，做的就是工程实现，然后实现完之后去以一个非常实际的角度去分析你的结果，分析你实现的结果的这么一个学科。所以选择合适的 idea， 然后做合适的去解决合适的问题，保证你出来的结果是一个实际可用的东西。这个其实就是整个我觉得 computer systems 或者说计算机系统在 PhD 阶段的训练中必不可少的一环。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一龙跟我确实是在 PhD 学生当中，或者说在不同的计算机的细分领域当中，我觉得其实是有一些优势的。然后我自己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最后其实有一点点往理论方向偏，那是因为我其实觉得用理论去指导系统实现是个非常酷的事情，但我其实到最后做的也不是那些纯理论的事情，我只是觉得说，如果你设计了一个系统，你能够直接写出一个数学证明，保证这个系统的性能不会比什么差，你能够在数学上面，就是能够在你没有做任何代码实现的情况下，你就能够有非常强的这个心理的这个安慰，就是说，我不管怎么写，做出来一定不会比什么差。我觉得这是个很酷的事情，所以我最后其实开始往理论方向有一些偏，但其实即使到最后也都没有说完全跳出这个实际产品的需求，或者跳出实际系统的需求去设计一些这个纯理论的一些有意思的一些这个数学的一些结果，其实也不是。对。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刚刚可不可以理解为
Megaeast 喜欢招比如说 System 的 PhD 的原因，是因为你认为 System 的这件事是更介于工程，就是更落地、更实用的。我好奇问一句啊，就是不是跟我们听音乐这个鄙视链有关？就是 CS 里面是不是做系统的会鄙视其他人啊？哦，没有没有没有，我不这么认为，我一直觉得做系统是被鄙视的，因为大家总说这个就只是工程实现。OK， 是这样子。我觉得这是反过来的，对对对，最做系统其实是被疯狂欺压的，但是对我们确实喜欢招做系统的 PhD，原因就是因为觉得做系统的 PhD。或者其实也不能说做系统的 PhD， 就是喜欢系统去拥抱这个实际工程当中的复杂性的人，我们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不会这个 oversimplify 问题。我们招到了几位 PhD， 有一位是确实正儿八经就是做系统的，还有一位其实是做软工的，但是他之前一直跟我说一句话，就是他觉得一个好的研究人员必须得是一个好的这个搭系统的人。因为它涉及到你的研究能不能落地，所以其实从某些程度讲的话，其实大家的想法都是一样的，就是大家都非常重视，你 idea 到最后能够到有人用之间整个链路，大家都会保证自己做出来的东西是这个链路上能走得通的，然后再开始做。我觉得大家都是有这个心态的。哎，我这个地方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无论是我还是其他人，我觉得都有这个问题。从你的视角里面吧，在工程化这件事情上，区块链过往的创业团队吧，就谁都行。就你觉得工程能力比较好的链是谁？好问题。我觉得 Paradigm 很酷。我觉得 Paradigm 做的 Ethereum 的那些工具，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我觉得这个倒可能不是说工程能力的问题，我觉得主要是他们投入了足够的资源。因为我觉得之前以太坊社区对于一些比较基础的 infra， 比如说各种客户端，然后比如说这个 Solidity 开发的工具等等，其实我觉得 funding 的模式是有一点点，也不能说完全用爱发电吧，我们有 Protocol Guild 之类的，但是我觉得 funding 是不是特别稳定的？所以我觉得软件开发是个非常现实的事情，就是你没有足够稳定的资金来源，你很难吸引真正最优秀的除了当然那些已经退休到非常就是很难吸引最优秀的软件开发人员过来做。所以我觉得一件事情是就是 Paradigm 做的这个基于 Rust 的 Ethereum 全家桶，然后还有一个是其实我觉得比特币的开发做得很好，因为首先他们这个写 C++， 然后后来写 Go， 然后没有很快的 pivot 到 Rust， 其实是说明他们是有一些长性在那边。他们是一个非常冷静、非常 calm 的一个软件开发模式，没有过快的迭代，然后包括比特币协议本身没有过快的迭代。其实，我觉得对于保证这个协议，它作为数字黄金这个地位的存在，其实是很好的，因为谁都不希望看到这个黄金的化学性质每天一变，对吧？这个很奇怪。我其实之前在 Algorand 实习过。我觉得他们工程做得非常好，他们有非常优秀的这个也是做系统的 PhD， 然后有非常优秀的做系统的教授，包括做分布式系统，还有做这个单机系统的教授。然后之前看他们的代码，然后包括看他们这个写一些 code 的逻辑，其实觉得非常扎实。所以我觉得 Algorand 想要 shout out。别的话，我其实想说 Tendermint 很有意思。Tendermint 不是一个链，它是一个共识算法的库，它的实现做得非常扎实，然后我觉得也是经过真正战斗检验 battle tested， 我觉得是个非常好的 code base。对，差不多就是这样。我觉得我其实知道我们行业里面外包其实很多，就是我个人觉得外包是一个比较，我个人觉得就是如果想要做一个有长性的想要做一个长期的事情的话，我其实觉得外包是一个比较不好的事情。原因是你会让这个对于你自己的 code base 中很大一部分的知识流到外界，然后那个外包团队之后取决于你跟不跟他合作，取决于外包团队还是不是继续存续，这部分知识可能就没了。我觉得只是从保证你的核心团队可以不停的迭代、不停的维护这个代码库来而言，我其实个人会比较不看好外包。不过当然我也指的是链，你指的是链的外包对吧？因为我知道很多链的外包，链的外包和对，我觉得就任何需要长期维护的项目，我觉得外包都是一个比较
比较不好的事情。我这个地方插一句啊，Max 上市那个 NFT 也是外包的啊，我鞭尸一下。对，是的，所以这个如何评价？这个是一个我自己深刻的反省，就是真的不靠谱。就是其实我刚刚说的外包，主要是我觉得你需要长期维护的项目，我觉得外包会导致这个对于 code base 的理解会流露到会到一个你自己没有办法掌控的一个程度。但是对，即使是一次性的项目，或者是一个觉得做完之后差不多不大需要迭代的项目，我也觉得外包就是会somehow 就是会让工程质量有所下降，就是你没有办法去掌控每一个细节。但如果你要做一个好的产品，我觉得从代码角度是需要掌控每个细节的。就比如说翼龙现在在疯狂的 review 我们的代码，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自己期望对细节的掌控是这个程度，然后外包的话你一定没有办法做到。对，所以编诗编得好，我都要哭了，对，非常后悔。所以这件事到底是不是最后去招了一个产品团队的原因啊？我觉得是非常大的，因为我知道之前是只有做链的，没有做产品的人嘛，对吧？对，这个是非常大的 motivation。然后其实一方面是因为这件事情，然后另外一方面是预计到其实是会有比较稳定的产品上，就是特别是面向一般用户、面向终端用户的，就是比如说网页啊。DApp 啊之类的需求，所以才招的。因为我们其实那个时候也很怕说，招一个产品团队，然后没有足够的活给他干怎么办？那对我们对他们都不公平。但是后来其实意识到，首先我们需要对于产品更加强的控制，然后第二个确实就这个产品团队放着，其实可以做各种各样好玩的事情。然后其实后来跟产品团队工程师聊，其实大家也都很兴奋，觉得正是因为有这么一个平台，然后可以尝试各种各样好玩的事情，然后甚至有些时候不用特别计较这个ROI， 然后他们也觉得很兴奋。就之前 Fluffle Game 有 ROI 吗？我觉得从现金角度上完全没有，对吧？但是就是一个很酷的事情，然后帮助我们学到了一些做链的东西，帮助产品团队学到了一些优化性能的东西。我觉得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有各种各样的学习。如果这个是外包团队做的话，保证没有，绝对没有，就是这个事情完了就完了。谁都学我给大家科普一下 ，Fluffle Game 就是那个兔子过马路，是那个吧？对 ，Crossy Fluffle， 对，就是一个兔子过马路，然后是 fully on chain。当时在英文社区有很大的反响，但中文社区好像我看到发的人不多，反正可以，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这个翻看一下历史，蛮好玩的。对，我的个人最高记录应该是119。你感觉是男人就下100层，我呢？对，差不多。哎，最后那个聊一个问题吧，刚刚有提到那个 SBC 的问题啊，对，就是我知道你上周吧，应该是这周还是上周吧？上周是刚去了 SBC，有啥好玩的事吗？就是这个坊间传闻说有人抄袭了你的东西，真的假的？我觉得不能说抄袭，因为就是抄袭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指控，就是我觉得绝对不能这么说，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巧合，就是我去一个 workshop 讲了我们的 Salt， 然后讲完之后，Salt 就是那个 DB 吗？对，就是我们那个新的这个默克尔树的替换体，默克尔树的，对，代替默克尔树的一个全新的数据结构。然后我们去第一次讲这个 Salt， 然后讲完之后，我觉得讲完了，终于讲完了，就在那边听。然后过了一会儿之后，又听到一个 talk， 然后听着发现，这个之前好像跟我刚刚提到的那篇 Dispersed Ledger 那篇 paper 有非常多的设计非常像。然后我就很好奇，因为在 talk 过程当中完全没有提到 Dispersed Ledger， 然后我就问了，后来我就站起来问了，然后我觉得我那个时候也很莽，我就说，你为什么不跟 Dispersed Ledger 比一比？然后我说这个东西看着很像啊，为什么不比一比呢？就是或者你为什么不 cite 一下呢？然后最后也没有听到什么答案，最后得到的答案是说我们这篇 paper 是22年的，然后他这篇 paper 应该是24年年底发的，然后说这个 concurrent work 就是说这两个工作其实是同一时间的。那他们那篇 talk 讲完之后又有一个 talk， 然后那个人的 talk 的名字就叫做 Dispersed Simplex， 然后那个人就讲到说他给他的 paper 取名 Dispersed Simplex是为了向我们这个 Dispersed Ledger 这个名字致敬。然后这个其实在学术界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 signal， 就是说其实它是这个是其实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称赞的一种表现。所以后来我们就说
看来还是有人就是看到我们的 paper， 然后还是给大家一些启发吧。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学术界研究很大一部分的成就感来源就是说你的 idea 或者你写的东西有没有给人启发，有没有人在你的这个基础之上继续做更多的开拓。其实我个人觉得我最喜欢看到的就是别人把我的 paper 这个性能踩得一无是处，但是他从中吸取了一些 idea。我觉得这个是最有意思的，就相当于我的 paper 被踩在脚下，但是他的 idea 继续这个 live on， 继续活在新的这个 paper 当中。我觉得这个是最有意思的。对，反正这次就是有一些遗憾，也有一些我怀疑你在非常谦虚的这个夸自己。我听懂了。我觉得一个人永远没有办法一个人变成一个巨人。我觉得只能说你一篇 paper 你在一个高度，但是他肯定是在前一篇 paper 上只是加了一些小小的很微小的进步，然后每个人叠加起来。我只是觉得很有意思，能够看到这个事情就是在我眼前发生。对。SBC 到底在因为我看上周很多在推特上也很多人在发，但是这个事情是不是一个完全偏学术的呀？我觉得算是，但是其实有很多 industry 的人过去，就是完全不发 paper 的人会过去，但学术界的成分会大很多。然后大家都说，其实搞技术的人都会说 SBC 是他觉得最有意思的会议，那是因为足够多写 paper 或者有足够多发明新 idea 或者说读得懂新 idea 的人在一起，然后交流就比较顺畅。也有 VC 但非常少。跟我之前在学术界后来毕业之后去各种各样地方的同学聊，然后大家也都说就到 SBC 就跟回家一样。首先看到自己老朋友，就我也看到很多老朋友，非常开心看到 David 他的学生，他的曾经跟现在的学生，然后看到 Sriram 觉得非常非常开心。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还是有很多新的 idea 在不断的推出来，然后这个第一次 present 这些 idea 的场所往往是 SBC， 所以是一个非常信息密度非常高的地方。你刚刚换的那个新的 DB 叫什么 SALT 对 SALT 反响如何啊？就是我觉得我觉得在我给 talk 的那个地方，我觉得大家是觉得有意思的。我给的那个 venue 是一个 consensus 的 workshop 讲道理，但是基本上在座的听众都是区块链学术界半学术界，就相当于会读 paper 的那些人当中，我觉得是非常优秀的一批听众，然后他们都觉得挺有意思的。可能也是因为大家比较少从system 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然后其实我们给大家一个 insight， 就是说90%的时间花在更新 Merkle Tree 这件事情上面，光这个 insight 其实大家就觉得非常震惊，因为如果你不去做非常这个麻烦的性能实验，其实是很难看出这些结果的。就是相当于把这些有意思的 insight 喂给大家，然后大家觉得很有意思。我还真在一个地方看到过。我其实，在 Sonic 的地方看到过。对，你刚刚说在 Sonic 看到过，对，我在 Sonic 的，就是 Phantom 升级 Sonic 的那个他们自己写的那个文章里面，我看到过他们提过这个问题，所以他们好像就是也是给了一个方案。我现在有点忘记了，但是我是之前也看到过类似的这个推导。然后，但只不过我没有看过程，他是给了一个结论。因为我是不知道 SALT 的，就是哪怕我已经算很了解非技术的这些人里面比较对 Mega 比较了解，我其实是不知道我们还有这个东西的，也不知道就是包括前段时间发的什么 ZK 的 Proof， 我完全不知道，对，我是真不知道，所以我这个听到你在聊这个事的时候，我还是比较好奇，就多问了几个问题。是好消息，说明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开发，还有很多内容可以开发。好消息，不用被要追着。因为确实，因为这个其他的这个 EVM 类的，然后他会讲很多什么我重做了 DB 啊，然后就描绘他很多各种各样的。我就一直在好奇说，好像我们从来没写过，没有这个东西，我还觉得很纳闷啊。不大可能。我们毕竟这么多工程师，然后突然掏出来了一个说啊，其实我有一个方案，就大概我体感就这样啊。可能不久2个月、2-3个月，可能主网是不是就要上了？上了之后吧，然后有机会我们再把磊拉回来，然后再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其实我们有聊过。
就我非常感兴趣的东西。然后但是现在不能聊啊，这个等以后能聊的时候，我们再把磊拽回来，对吧？回忆一下当时的这个讨论的这个 Alex 很有意思的事情。好，Alex on 的宏大计划，大家拭目以待，到时候看看是。别毒奶啊！万一不做呢？会做，这个会做，这个真的很有意思。就是 Alex 有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计划，然后这个，而且我觉得人也有了，然后商业的条件也有了，我觉得什么都有了，就差真的就差执行了。我觉得真的很期待，超级期待。然后这个话题咱们就到此为止了，下次然后能做的时候咱们再聊，没有更多信息。对，更多的信息的时候再来聊这个事儿。然后这个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期所有的内容了。然后今天非常高兴，然后磊来做客。然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在推特上直接私信他，我会把他的这个推特的链接挂在下面，好吗？然后大家拜拜，有兴趣的朋友们欢迎这个点赞、收藏、评论，一键3连，拜拜。谢谢，拜拜。